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天地建心诚意天选王权富贵，故事唯美到仿佛置身童话世界。王权富贵的少年时期是孤独的，只因为他的身份特殊。他是王权红叶与东方怀竹的儿子，自幼被培养成斩妖的最强兵器一气蒙兵人。王权红叶因为自己当年在圈外的经历，还有爱人的惨死，东方怀竹的死期也是儿子的出生日，所以王权红叶对儿子是异常的严苛。王权红叶近20年来唯一希望的就是儿子挥出天地一剑，他把儿子丢在了寒冷的寒潭，那个地方没有鲜活的生命，连一只活物都没有，更别说有朋友了。王权红叶要的就是儿子断情绝念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剑。孤独的王权富贵，连天边的云、归家的鸟都看得无比认真。他表面冷峻，其实内心无比渴望能出寒潭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的世界里来了一只小小的蜘蛛精。那天，东城突遭妖邪袭击，程家主律弟子入城捉妖却失联。王权红叶派王权富贵前往救援，富贵入城斩杀提灯女妖及其操控的惑斗妖王，意外发现一个幸存弟子的蜘蛛妖相救，对其手下留情。王权富贵第一次在一个濒死的人身上看到了替他止血的蜘蛛丝，他敏锐感受到了一只可爱的小小的蜘蛛妖正躲着他。这只蜘蛛精没有名字，只有代号12580，它活不过秋天，但是它却很善良。这是第一次他放过了一只小妖，但是他回去之后，千丝洞的殷夫人很诧异，为什么所有派去杀人的小妖都死了？为什么会独独放了12580？12580有个弟弟12581，因为弟弟行动失败，差点被殷夫人处死。他自告奋勇去监视王权山庄，只求殷夫人放过弟弟。殷夫人觉着他能在东城从兵人的手下逃脱，就利用王权富贵的慈善，就派他去了。12580为救弟弟12581，冒险混入王权山庄做间谍，打探兵人信息。遇到王权富贵的师妹风庭云，这姑娘要杀了蜘蛛精，但是小蜘蛛精还很聪明。她看见风师妹的衣服破了，她说她会织漂亮的衣服。小蜘蛛精以织补技艺获得风庭云信任，并在得知风庭云爱慕王权富贵之后，帮他送信，约富贵相见。然而盛装打扮的风庭云只等来富贵让他好好练剑的口信，小蜘蛛精就留在了王权富贵身边。他说的话，王权富贵都听得到。他知道他是一个好妖，是个善良的妖，为了救弟弟，不得不出来打探消息。王权富贵也实在无聊，身边没有人说话，他允许他在自己身边。蜘蛛精还挺来事的。王权富贵洗脸，他就递毛巾。他看到夕阳，他会感叹夕阳的美。他和他一起看月亮。他晚上睡觉，王权富贵就给他折了一只纸船。他小小的一只蜘蛛塘里面好温馨啊！哎呀，那个画面太美好了，就好像置身童话世界。王权富贵看似没有表情，不爱笑，永远板着脸，可他内心温柔善良，斩妖除魔的人，却对一只小妖有了温度。得知蜘蛛精活不过秋天，王权富贵用一颗丹打入蜘蛛精的身体，给了他灵力，小蜘蛛变身成人了，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青铜。青铜得知富贵向往父母定情的淮水竹亭，自告奋勇织锦给富贵织造此地风景。与此同时的西西域，全境廷因被夺王权姓氏，流放西西域多年，心怀怨恨，
欲借蓝天大会之机卷土重来，以报当年之仇。全敬亭本来也姓王权，和王权红叶本是堂兄弟，因为做错事，被遗弃盟主王权红叶处罚去了西域，走的时候还把儿子全如沐也带走了。全如沐是王权富贵唯一的朋友，只可惜两个人相处的时间只有半年。半年之后，如沐就随父亲去了西域。王权红叶本来要留下这个孩子的，因为这个孩子有哮喘，去沙漠地带会活不了的。但是这个全敬亭根本就没把这个孩子放在心上。到了沙漠，有女妖拿着小如沐的命做要挟，可全敬亭根本不管如沐的死活。就在打斗之中，如沐和那个女妖就消失在沙漠之中，从此就音信全无。这个老子也不派人寻他，倒是10年之后，这个全如沐在江湖上出了名。这个老子倒亲自去找他回来，要他去杀人了。好在这个孩子和王权富贵合伙骗了所有人，假装眼睛被全如沐弄瞎了，然后比武的时候就打不过如沐，因为如沐被他亲渣爹喂了妖丹，自己会不受控制。好在王权富贵是装的，他和全如沐比武的时候，把如沐体内的毒丹逼了出来。全敬亭知道自己的计划失败了，还假惺惺地刺死了王权手艺。王权景行则被发配去守剑冢。如沐离开前，以腊梅香送青铜，感谢他让富贵变得更加有人情味，并告诉青铜的人参富贵是折寿10年才换的。青铜感激富贵，决定留下报恩。富贵却告诉青铜，他有自己的路要走，并不属于自己。但是青铜说，他还要跟富贵学剑法，学好了才能保护自己爱的人。青铜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只可爱的蜘蛛精，他用自己善良的心一点点打动王权富贵，所以后来两个人就携手看世界去了。为什么说程毅是天选王权富贵呢？因为这个角色很温暖，程毅这个人也是很温暖。说到程毅这个演员，他生活在2G 里，人生除了钓鱼就是演戏，要么发呆，连综艺节目也不参加。唯独和王权富贵不同的是，王权富贵要出去看看世界，而程毅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李一桐演的蜘蛛精也非常好，漂亮，可爱的，而且她和程毅都是用的配音，这是最大的优点，这样就不再是他们本色出演了，我还是喜欢这样的。